iPhone 手机拍电影这个概念，一眨眼已经传播了6、7年了。实话说，在最早期这个概念还是受到了一些诟病。也许你也知道，那个时候 iPhone 拍电影会用到这么一个叫做 DOF 景深转接环的东西，它在前面装上电影镜头，然后用 iPhone 的摄像头去拍这个电影镜头投射到一块毛玻璃上面的画面，把这个叫做手机拍电影，有点牵强，对吧？但影像技术发展真的很快，到今天这个时点，的确不管你用 iPhone 还是别的安卓手机，你都可以在不加光学配件的情况之下，拍出普通观众难以和专业摄影机区分的画面。所以 iPhone 在2024年拍电影就不是噱头了，对吧？也不全是，你可以分辨一下这算不算违规。拿我们团队最近 iPhone 拍的短片《刺福斯》为例，我们的确是用 iPhone 拍的，没有加任何镜头或者光学配件。但是我可以挺坦诚的说，如果你从口袋里面直接拿出 iPhone 用原生相机来拍一样的场景，你有非常大的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一样的效果的，因为我们前后期做了太多的优化。比如在我们后期的电脑上，你会发现这条 iPhone 的素材是这样的，有大量的分区的调色，还有前期的布光控制，才能得到最终这个出片的效果。我们当然算不上专家，但在我们使用 iPhone 拍摄的几个月里面，我们还是总结出了一些奇特的技巧，大概有5个，包括软件，包括硬件，甚至还有 AI 和我们的老朋友飞书，希望能对你有一点帮助。哦对，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现在在拍摄我的这台相机就是一台 iPhone 15 Pro， 不知道你觉得和我们日常的画质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觉得从够用的角度来说，已经挺不错了，对吧？我们开始。焦点控制是电影叙事中非常重要的功能，你可以借助焦点变化来改变观众的专注点。而 iPhone 原生相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人神共愤，它只支持触摸跟焦，比如电影效果模式，这个能让背景虚化变得很有质感的功能，只能在原生相机里面激活。但是如果在特殊的角度，你不能触摸手机，这个功能你就用不了，只能后期去调，整个工作流是不顺畅的。但是目前我们找到了一个解法，允许你在前期远程跟焦，但是有点鬼畜，就在 iPhone 设置里面打开辅助功能，打开触控，选择鼠标光标，然后连接一个蓝牙鼠标或者触控板，这样你就获得了一个终极猴版的影视跟焦器。只要配合一个屏幕或者图传，在10几米的蓝牙范围之内，哪怕手机装在稳定器之上，你只要跟在摄影师后面，想跟哪里，然后点哪里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尤其是对于俯拍的镜头，这个功能会使你的主体和背景能够获得更好的区分。那同样的，在常规视频模式里面，你也可以一样使用这一招，帮助长级的摄影师来快速调整对应的参数，非常简单。今年 iPhone 15 Pro 系列视频方面最大的提升就是 Apple Log 曲线，它的作用也非常简单，就是帮助你尽可能保留高光，还有对应的暗部细节，降低锐化，给你后期调色提供足够的空间。可以说开和不开这个功能 ，iPhone 的视频画质就是2个东西。在原生相机里面可以直接激活这个功能，但是缺点是它只支持 ProRes 422HQ 这个格式，只能拍摄 4K 30帧，1分钟会消耗你5到10 GB 的存储空间，非常大。而最大的问题是苹果原生相机文件命名是相当混乱的，对于后期工作来说很不友好。所以当前我们会用类似于 ProTake 或者 Blackmagic Camera 这样的软件来解决对应的问题。你可以在这些软件里面同时激活 Apple Log， 并且选择你期望的录制格式，比如 H.265 或者 ProRes LT。尤其是 H.265 会比苹果原生的相机的 log 文件小10到15倍左右。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自定义文件名、摄影机、型号，后期都可以一目了然。那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既然我们在用手机拍摄，不如尽可能发挥它的交互优势。所以通常拍完之后，我们会快速用手机滑动来审阅一下各个片段，然后看到好的，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爱心，代表 Good Take 好镜头。那这个数据它是会被烧录进文件里面的，所以当你在后期拷到电脑上，像达芬奇这样软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右键创建一个智能筛选媒体夹，选择只显示好镜头。这样的话，你的优秀镜头会被一下子全部都筛选出来，你不需要再一个个去看，就可以开始剪辑，就相当方便。那拷贝素材这里我也多嘴一下，如果你是直接录到 iPhone 机内的，那请不要尝试用 AirDrop， 会变得非常不幸，速度巨慢，还很容易出错。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拷贝出来，是通过 Mac 的系统自带的图像捕捉软件有线连接来一个个输出来，这样最稳。那如果你不想使用 iPhone 连接电脑拷卡，你当然也可以使用 USB-C 线来连接 SSD 硬盘实现外部录制。但是固定硬盘是个非常蛋疼的事情，所以我们产品团队在拍摄刺福斯短片的时候，和 TripFancer 一起开发了下一代的 Snap Pro 滤镜系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快速更换硬盘，录制 4K 60帧的 Apple Log， 同时提供麦克风的输入以及视频的输出。这个硬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再出个视频来详细介绍。但是目前还是先来看一看，到底什么设置的 Apple Log 可以提供最好的 iPhone 画质。
第三方软件对于 iPhone 的画质提升是巨大的。这里我们以免费的 Blackmagic Camera 举例，通常我们拍摄短片的时候，帧率会设置成24，快门速度是1/50或者1/48，唯一用来调整曝光的参数是 ISO， 增高变亮，降低变暗，非常简单。但是比较反直觉的一点是，我们自己现在通常也会把 ISO 给锁定，尽可能减少调整它的频率，只调整灯光的亮度，或者是加 ND 滤镜来控制曝光。这里会涉及到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用什么相机拍摄 log 画面的时候，不同的 ISO 往往会使得你的画面获得不同的动态范围表现。那用人话来说，就是画面的高光和暗部细节的保留能力会随着你调整手机的 ISO 数值发生对应的变化。所以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ISO 并不是越低越好的。那比如用 iPhone 15 Pro 在使用 Apple Log 拍摄的时候 ，ISO 逻辑上在超过1250之后，反而会有更好的动态范围表现。所以在我们团队拍摄次福斯的时候，有一些画面摄影指导会刻意把 ISO 拉升到1250或者1600，即便暗部噪点会大大增加，但是只要适当提升曝光，结合后期少量的降噪，你就能够获得非常优秀的画面。在这个设置之下，它的动态范围甚至能达到13档以上。如果你对这个概念有了解的话，它一定程度上会超过部分的微单或者是老式的专业摄影机，还是挺离谱的。那当然，最佳性能并不意味着这个参数是万金油。如果想你的画面噪点更可控的话，把 ISO 设在400或者200也是没有问题的。在使用 Apple Log 拍摄的时候，我们往往还会使用到软件的 LUT 导入功能，载入我们自己制作的调色文件，这样可以在前期看到色彩正确的风格化画面。那么在官网上也分享了这次短片的2个监看 LUT，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玩一玩，这都是免费的。那 OK， 讲完软件，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比较有意思的手机的硬件配件到底该怎么用。电影画面与常规视频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移动摄影机的方法和节奏。各个导演都有他的风格，但是每一组移动注定都是要经过思考的。那风格方面我们能讲的不多，我们自己还不够强，但是因为手机很小，所以可以有一些奇特的方法来实现对应的运镜。在我们拍摄次福斯短片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到这个风靡一时的魔杖，还有这么一个碳纤维给稳定器用的一个摇臂。这2个东西都是很小众的，价格倒是还好，但是过去因为挂相机沉重调频麻烦而受到诟病。但是我们这次发现配合手机，它是真的刚刚好。比如开头这个小岛的全景镜头，正常情况之下你需要一个大的摇臂或者机械臂，还有很多人。但这次我们摄影指导和导演直接就用这个伸缩杆插着手机就上了。那你不说有100%的效果，但是60-70%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有像这种车内镜头，还有这种掠过卷轴的特殊角度，我们都是运用这个棍子来拍摄的。如果条件有限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根长杆来实现对应的 DIY， 但是需要后期做一点防抖，效果才会好一些。那在多人协作的时候，无线图传是非常必要的，它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画面快速同步信息。目前我们看下来，性价比最高的 iPhone 图传方案是屏幕镜像。那你不要笑，如果你是2到3个人的拍摄小组，真的这一招是最方便的，就是打开 Blackmagic Camera 监看，输出这边的画面，然后再开启这个屏幕镜像到你的 iPad 或者电脑上，就完成了对应的无线图传，其实挺稳定的。那如果想更靠谱一点，你可以用这个 ProTake 软件，把这个 WiFi 图传或者5G 图传激活，能够直接把 iPhone 的画面映射到各个设备之上，甚至可以4个机位远程监看。那如果条件更加不错，你有这种外接的专业图传，那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用苹果官方的这个 USB-C 转 HDMI 的转接头，别的东西你不买官方它都可以。但是这个玩意我们测试了很多，还真就官方这个是稳定的，别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问题。哦对，还有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短片里面这些航拍的镜头是不是用手机拍的？是的，但是幕后你看一下还是挺鬼畜的，我们花了一点心思来做。这种高空慢速画面，如果你用穿越机飞，它不合适，定不住。用大型的无人机，这个会杀鸡用牛刀也不好，而且飞行视野很难控制，续航也很短，不行。所以最后我们团队的松鼠研究了一个方案，它和产品组设计了2个3D 打印件，把 iPhone 正好镶在了大疆雾无人机的镜头卡口的镜头盖的这个片上，然后镶嵌了几个钓鱼的铅片，完成了云台的调频。那虽然看着很抽象，但是你看，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云台的控制，你不需要为手机装一个大型的稳定器了，它可以360度转，还可以双人操控。如果你要航线监看，屋顶上是有个摄像头的，这样不会因为 iPhone 画面看不清而炸机，还有对应的避障。而 iPhone 的画面可以有个单独的独立图传挂在雾身上，实现远程的监看还有控制。虽然很抽象，但这就是我目前想出来的方案。其实算一下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如果你想使用这些模型自己 3D 打印使用，那可以这边下载，请自便，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里我们说的 AI 不像还没有正式发布的 Sora 这么夸张，一句话就能帮助你直接出片。这次拍短片对我们影响最大的 AI 工具，主要还是辅助类型的。
我们当前用的 AI 主要是 OpenAI 的 DALL-E、Midjourney 图像生成，还有 Stable Diffusion， 还有飞书 AI。那像这次次福斯短片总共有6个场景，14个角色，既有现代又有古风。即便我们次福斯的2位导演本身都是漫画家，有着很好的美术功底，但是人工最怕的就是耗时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昂贵。可是如果你直接偷懒用 AI 来生成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它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能有个大概的概念，这是当前 AI 的短板。你很难通过语言去精细修改一个画面的细节，往往你加了这个需求，整个图就变了。你做分镜还可以，但作为实景搭建的参考图，这是肯定不合适的。所以当前我们的方案，2位导演他们采用的是大量生成图片，然后手动拼接青睐的细节，再导入到 PS， 再用 AI 来扩图和一些手绘来做进一步修改。那虽然听起来是挺繁琐的，但是这些设定图只用了1天的时间，他们2个人就都做完了。和最终搭建的效果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相似度还是非常高的。除了这种生成型的 AI， 还有这种深入我们办公系统的，像飞书 AI 这种集成式的方案，一定程度上会更加离谱。我强烈推荐你去试一下，我很难描述，但是就是很夸张。我们导演总共为了这部短片做了170页的 PPT 设定集，还有大量的文档，整个流程还是挺复杂的。传统方案的话，你很难和几十个人的剧组做到信息同步，每个人各取所需。但现在有了这个 AI， 真就变了。比如开会，哪怕是2个小时的会，结束几分钟之后，这个 AI 就能帮你整理出像这样的会议纪要。不仅是纪要 ，AI 还会帮你直接分析出这个会留下的 To Do List。这样没有参会的人基本不需要重新听会议，精准度是超级高的，很夸张，每一次都会给我震撼到，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展开呈现细节，再也不用所有人傻乎乎在会议室坐牢，听一个人看大山了。那同样在筹备的时候，大家都会往群里面丢想法，大到敲定拍摄方案，小到确定场景里的一个摆件，导演、摄影、DIT、特效、调色。未读消息经常会大爆炸，更重要的是信息是混乱无序的。但现在这些信息 AI 都能第一时间帮你总结清楚未读信息，还会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来归纳对应的代办，根本不需要你去爬楼去翻这些信息。以前我担心的是 AI 的精准度，但在这一点上现在真的很离谱，你就得试了才知道。比如我可以直接问他新版的 iPhone 的最佳 ISO， 这个 AI 会直接调用我们这次拍摄做好的设备知识文档，直接归纳信息，并且精准的回答我们所有的复盘知识沉淀。在未来的项目，公司成员也可以像这样来问 AI， 快速找到对应的答案，信息就能重新翻上来，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石沉大海的文档数量。那 AI 生成做剧情短片，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么1-2年的距离，但做影视从业者的拍摄辅助，现在真的很夸张。那当然，到头来这些东西说到底还是工具，最重要的还是故事，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怎么强调，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出色。但是请相信，我们导演团队真的在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磨剧本，希望我们之后足够好了，才能给各位带来更加好的故事，也能自信的和你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设计故事的。但是当前还不是太够，我们还需要再努力一下，路总是一步步走的。那希望我们当前分享这些手机创作的技巧对你是有一些启发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点赞、分享、转发，也可以发给你在拍摄短片的朋友看一看。如果他也想参加手机短片、电影节那些的话，应该会有些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